凭什么我陪着废太子在岭南吃糠咽肉，你却能在王府安享富贵？沈月妹，你去死吧！上一世，太子被废流放，选择他的妹妹从云端跌入泥里，他恨我入骨，在我生产那日，亲手用毒酒要了我的命，再睁眼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倾慕闲散王爷已久，愿嫁入王府，只求一生安稳。他抢先选了闲散王爷，把即将被废的太子推给了我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王爷早在府中金屋藏娇，我在那儿受尽搓磨，每3天才能喝1口米汤。重来一次，我再也不想尝那饿到极致的滋味。胡说八道！你给我起来！太子是储君，太子妃是什么位置？是未来的皇后。你放着太子妃不做，偏要去嫁一个闲散王爷，你是不是傻？不能说太子要被废，只能装出喜欢王爷的样子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就是喜欢王爷。太子威严，女儿怕配不上。太子妃，哼，用不了多久就成流犯妇了。我才不重蹈覆辙，这一世我要做王妃，想一辈子富贵。沈妹，太子那个火坑，你自己去跳。沈唐音，原来你也回来了。你以为选了王爷就能躲开火坑？你以为王府是好地方？我在王府冷院3天才能喝1口米汤的滋味。其实你跳进的是另一个火坑。舒儿，既然你妹妹选了王爷，那东宫这门亲事，女儿全凭父亲做主。姐姐，既然你拿了太子的，那这块王府的我就拿走了。姐姐，太子的玉佩给我看看。妹妹这是做什么？父亲、母亲，我只是想看成色，姐姐竟这么小气。舒儿，姐妹开玩笑，何必较真？给她看看又如何？你身为长姐，理应让着妹妹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让，公赐之物都落了名册。妹妹若真想要这太子妃的玉佩，我现在就去喊管事回来改解名册好了。你疯了，这是抗旨。欺君的罪，我让不起。太子即将被陷害流放，岭南之地，我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。侯府是靠不住了，只能先用太子府的聘礼。姑娘，这些真要全卖了？卖，一件不留。东宫的聘礼，留着这些傍身不好吗？荣华富贵，春桃，这些东西用不了，吃不了，它换不来命。换不来命？姑娘在说什么呀？还记得小时候的乳娘吗？岭南雨季多，土地酸，种不活庄稼。京城这边有精细的育苗、运水、轮作之办法，若把法子合一处，岭南死地未必只能荒着。赖师的稻种、高粱豆种各要300斤。好嘞。锄头、铁犁要最结实生铁100套。姑娘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钱不是问题，3日内备齐，装箱打封。父亲，姐姐故意丢侯府的脸，还买了一堆粗鄙农具，简直是要毁了咱们侯府的名声。去，等沈月书一回来，立刻押来见我。大小姐，侯爷在中厅等您，吩咐您一回来，立马跟我们去见他。逆女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来人，把他买回来的那些破烂全给我搬到后院，一把火烧了！不行，不能烧！还敢顶嘴！把大小姐软禁在后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父亲，难道这一生还是没办法改变命运？东宫来人了！太子殿下奉旨整理旧册，特邀沈姑娘去东宫别院一叙。原来是太子的吩咐，臣明白了。太子殿下，沈姑娘到了。下去吧，让人都撤下。沈月妹，私买2种铁器，数量巨大，极易被做文章，你可知罪？殿下，女子出嫁，金银亦被夺走，可2种能生粮，农具有荒地，便能开出活路。臣女只是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。一个侯府嫡女，锦衣玉食，为何如此怕吃不上饭？若是执意这样做，写清采买章程，既要留活路，就别让把柄落到别人手里。从前无人教我避祸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怎么把路走稳，谢殿下指点。母妃，这次有把握吗？
这次不仅人证有了，连萧绝的亲笔签名也搞到手了，必能给他致命一击。陛下，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太子殿下他处处针对臣妾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太子行事是莽撞了些，朕回头说他。陛下恕罪，臣妾不是故意。那是什么？拿过来。好得很。陛下息怒，也许是误会。误会！私屯军粮，勾结边镇，操练私兵，这也是误会。他眼里还有没有大梁的法度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废黜太子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岭南。完了，幸亏唐寅有眼光，选了王爷，不然就要跟着去流放了。成了，果然成了，太子被废了。沈月说：“你就去泥地里打滚吧，这一世富贵是我的。”哎呦，幸好，幸亏唐寅你有眼光，选了王爷，不然咱们唐寅就要跟着去流放了。女儿只是觉得王爷温文尔雅，没想到太子殿下会出这种事。我的儿，你就是命好，不像你姐姐，哎，也是她命不好。命好，是啊，这一世谁让我重生了呢？姑娘，不好了，太子被废了，3日后就要流放岭南了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？那可是流放啊，去了就回不去了。春桃，你记住，能活下去的地方就不是死地。上一世在王府活得像条狗，去收拾东西吧，只带有用的，首饰全卖了换2种。是，姑娘。你看，那是东宫的侍卫和刘氏，全跟着流放了。你早知会有今日。殿下，您信我吗？我这人不管在哪儿，都一定要为自己走出一条活路。如今你我结为夫妻，自然要一起活。殿下已够艰难，姑娘倒大言不惭。这些破铜烂铁，到了岭南能顶什么用？青罗，奴婢知错。好，那便一起活。行了，就到这儿了，过来歇驾。我们就送到这儿了，屋里头我们不管，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姑娘，我胃好痛。坚持住，等我们到了就好了。月叔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我是你姨母黎氏啊。今日早早备下粥菜，给你们接风。去我庄子上做工，行李物件就先交给我安置吧。这碗粥是想吞我的2种，做梦！姨母费心，不过我们有自带的干粮，不劳您安排了。姑娘怎能如此凉薄？您一路上没挨饿，不知道我们下人最盼一口热食。就是啊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饿死了。殿下，不可！我如今不过是个庶人，愿意跟黎氏走的我不拦着，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开荒。秋后按工分粮。殿下，岭南再苦，奴婢也不怕，奴婢只是担心您的身子。你也一样，想走就走。2种在哪儿？在那里。从今日起，这几支香枪由我亲自看着，谁敢动，杀无赦。殿下，姑娘，前面有个破院子，今晚可以凑过一宿。张侍卫检查4周，李掌柜收拾屋子，剩下的人捡柴烧水。这就是太子，沦落至此也能立刻稳住局面。春桃，去帮着烧水，我去看看那几间屋子。虽然漏，
但大部分还能遮雨。地面虽潮，垫上干草勉强能放东西。就这间了，2种不能受潮，必须放在最干燥的地方。姑娘，这地方真能种出粮吗？能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能。这一世哪怕住破茅屋开荒，我也是自己的主人。姑娘说能，就一定能。这个沈月书真的很不一样，一个侯府嫡女，居然能在这种地方安之如素，还要开荒种粮。也许她说的是对的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能走出一条活路。姑娘，这地荒了10年，没人种得活呀！低洼处先疏水口，高坡垒隙挡土。种子都泡烂了，这破地方根本种不出粮，等死吧！水口找好了，顺着这条线挖。殿下何必亲自受这份苦？姑娘想证明自己，也不该拿殿下的身子赌啊！今日修不完水口，明日这片地全得泡烂。继续，你没事干就去帮忙，别站在这里碍事。这样会溃烂，2种要保，人也要保。你是侯府嫡女，本不必天不亮下田，在泥水里站到腿发抖。可若不做，就活不下去。那便一起做。凭什么他一来，殿下的眼里就只有他了？你别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粮不够，我们就自己找。这山上有野果、野兔，罗老汉带人上山。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觉得一口肉汤这么香。你若倒下，这里没人能撑住。活了，真的活了！夫人，您真是神了！这地荒了10年，我们都以为种不活了。这才开始。沈如，我让你什么都种不出来，等着哭吧！谁这么狠心啊？造孽呀！根还实着，没断，能活。妇人捡苗泡水，男人补田岗，罗老汉补苗，快！我来捡。照他说的做。
有人状告此处流民私占官地，主事人跟我们走一趟。怎么这么巧？离氏，你还真是不死心。既然送上门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拔苗是乱人心，官府才是真正的后手。说是你们开的荒，证据呢？拿不出账册，今天全抓去下大狱。沈氏，没想到吧？账册早被我偷了，我看你今天拿什么证明？谁敢动他？你一个废太子还敢抗法不成？拿不出开荒账卷就是私占官地，这是枉法。我们没有私占官地，这地是我们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。贱婢说了不算，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，说什么都没用。他这是在逼我亮出底牌，也好，原册失窃了，没有他，官差就能一口咬死我们，是青罗偷的。可有办法？他信我。有。账册有，拿出来我看看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账册。春桃，原册是去把枕头底下那个油布包拿来。是，不可能，原册明明被我偷了。指给他们看。官爷看好了，戒庄下面我们都特意压了3块青石，挖开便知。这不能说明什么，说不定是你们早就买好的。哦，那我们再挖几个。我亲眼看见青罗进了仓房，抱着油布包出去了。你胡说！你个贱婢，凭什么冤枉我？接他的人就是那个随从。他腰牌绣着离字。哼，拿下！饶命啊！都是李氏逼我干的，全招了。快脱帽！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大阵仗！夫人，姨母不认得他。一派胡言！我根本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勾当。月叔啊，你可不能听信小人谗言，咱们可是亲戚。这是当初选择跟离氏走的婢女之一，叫小翠。怎么瘦成这副鬼样子？离氏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他恨透了离氏。离氏姨母的，我求全冤枉！若能让沈月书在岭南吃尽苦头，最好让殿下厌弃他。人在京城，手都伸到岭南来。他找死！信上许你500两银子，替你儿子谋差事，最好叫殿下厌弃我。离氏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信定是伪造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信是我从夫人账房暗格里偷出来的。是二姑娘，是她派人送信来，我一时糊涂，我只是贪财，我没想害死你啊，月叔。你拔的是苗，断的是荒谷几十口人的活路，带走。殿下，奴婢从小陪着你，从东宫到陵南，奴婢对你的心意您都知道啊。殿下，我只是怕他误你啊。事到如今，你还狡辩，众人一心开荒，你勾结外人蓄意破坏，此处容不下你。来人，押下去，交由官府定罪。是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夫人见尽红颜，唯独生是言，独岁岁年年逍遥好似三仙。沧海桑田生是偏，清风口细线。往后荒谷的事你做主。荒谷的事他做主，这些人该听他的，可他把权柄交给他。东宫旧部凡荒谷耕种2种人手调派，皆听你安排。今日动的是苗，明日就敢动人。谁再动荒谷，先过我这一关。谁再动你，也是一样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本就不该客气。太好了，姑娘终于不是一个人撑着了，她是真的把姑娘放在心上。信任不是一日长成的，
可至少今日，这片苗活下来了，荒谷活下来了，我们也活下来了。这里地势低，先开主渠。苗不能太密。真长出来了，姑娘，你看，真成了。来历几清？低田种稻，高坡种豆和红薯。这是地的力气。今年能不能过冬？够，不止够过冬，还能留种。慢慢来，明年你就扛得动了。慢一点，先稳住。3、2、修建谷粮仓，这样建造回。小雪，我家今年有2袋红薯，那冬天就不用挨饿了。他们是荒谷的脊梁。3年前，这里连一顿饱饭都难。如今，他们能活，也能守住自己活下去的地方。3年，他们把一片死地变成了活土。明年南渠再往东开3里。姑娘说的是，粮仓多一处，守卫就多一处。庆祝800里假期，动员大汉，赤地千里，黄河以北多州绝收，荒仓见底，经济灾民一聚城外。殿下，这是天赐良机！3年了，我们守在岭南屯粮修渠养兵。若殿下以荒谷之粮北上赈灾，到时请旨召回，重入朝局，便有转圜之机。如今满朝文武都等粮救命，谁还敢轻看殿下？你的意思呢？先清仓账，种粮、口粮、备荒粮3项不动，能调的只有余粮。余粮走水路北上赈灾，救人可以，不能把岭南也救成灾民。那以殿下名义献粮求诏，不能写求诏徽。陛下如今缺的是粮，京中那些人会说殿下赈灾邀功，粮要送，而且要快，沿途开仓施粥，功劳摆在天下人眼前。可若是不求召回，首批求来的召回，根基不稳，30艘粮船推的美离港，中原若乱，荒谷也守不住，覆巢之下焉有完河？封东仓、西仓。是。奏报不用写求召回，奉粮赈灾。是。再不开仓，今日怕是压不住了。粮船是粮船，粮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让道，让船靠岸，快！是。春桃、立周鹏，先老弱病幼，再按户籍排队领粮。是，不得哄抢。姐姐，王府不给米，求救救怀里烧得厉害的孩子。王府真没米。春桃，把孩子送去医棚。是，米汤和药按重症灾民分例给，不许私拨。分例？赈粮是给人活命的，不是给你拿回王府争宠的。孩子会救，你去灾民队里排队。我的唐寅啊！
府里的粮都先紧着侧飞啊！先拨100阵给你妹妹。100纣，给唐英撑撑门面。原来不是不懂。码头外排着几千灾民，老人、孩子、病人都在等粮，100纣粮能救多少人的命？灾民里也有别人的亲孩子。你要是敢不管你妹妹，我就陛下口谕。宣废太子萧决，审视阅书，即刻入宫面圣。凭什么？姑娘，孩子已经送进医棚了，按灾民规矩照看。这京城的风云，是时候翻一翻。方才若你松口，100纣粮送进王府，侯府会满意，沈唐寅也能拿着粮回去邀功，也算全了所谓亲情。可有后悔？不后悔。有些人不会因为你退让一次就知足，他只会记住你还能再退。今日若给100两，明日便会要1000两。今日拿孩子逼我，明日就能拿侯府名声、亲情来逼我。我已经吃过这样的亏，去填他的贪心。你做得对，朕粮是救命粮，不是侯府讨好王府的筹码。今日你若退了，码头灾民都看在眼里，人心一乱，粮船再多也压不住。你倒是比我会替我找理由。沈唐寅不会罢休，我知道。他今日丢了脸，又见你入宫，怨恨只会更深。他若只是怨，我懒得理会；可他若再敢伸手，我便让他再也伸不出来。这才像你，像我，有锋芒，有底线，也不会再任人拿捏。听起来不像夸人，就是夸你。京城还是这个京城，这一次我不是空着手回来的。怕吗？怕过，现在不怕了。那便一起进去。好。废太子萧决，审视阅书见见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民妇审阅书，参见陛下。决儿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粮带来了多少？首批粮船30艘，河粮3万段，已抵码头。第二批粮船已沿水路北上，10日内可至。好，岭南开荒，水渠、粮仓调度是你主理，不敢独占其功。荒谷今日是萧决守谷，百姓开荒，众人一锄一镐挣出来的，记账、分田、定水渠、守粮仓，倒是能干，让一个女子协理，怕是难以服众吧。赈粮若只靠人情，自然服不了众。粮不看男女，也不看出身，只看账册。这是押粮册、官府领粮册、周棚时发册，分棚3江镇将老弱幼同断，再爱大秀忍修廉，权贵不得越灾民会列。赈粮是救命粮，不敢让粮落权贵私囊，也不敢让灾民死在粮仓门口。若宗亲权贵要粮呢？真有老弱病患，按重症分例救；若要称文面、争宠、囤私库，不给。好，萧决，总领京畿赈粮，接管码头粮船粮道。儿臣领旨。沈月之协理粮册，分棚施粥，核算领粮。民妇领旨。谁敢在灾民嘴里夺粮，朕绝不轻饶。沈氏初入京城，规矩还不熟，先学会的不是规矩，是怎么让人活下去。传旨，御书房即刻拟诏，码头赈粮不得延误。京城第一举落子。是不是没粮了？姑娘，后队有些燥了，
粮够，是有人想让他们以为不够。米漏了，快抢啊！退后，找阵者拿下，实现抢粮者。斩！春桃，开第2口锅，先救倒地的老人孩子，传话下去，粮够，人人都有。是，大家不慌，粮够，排队都有。想走？连数额都提前写好了。大小姐饶命，奴婢只是听旁人吩咐行事。是谁吩咐你的？12姑娘，她让我割米袋，说只要粮棚乱了，就能趁机织50担米送进王府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一个丫鬟胡言乱语，你也信？唐英只是担心孩子来看看赈灾。短刃是自己长出来的，单凭这些，不能证明是唐英安排的。地下下人做错事，怎能牵扯自家姑娘？查验。姑娘，找到了。原来是他暗中作祟。姐姐，我真是太难了。王爷宠着侧妃，只要你给我粮，我就能重新得王爷亲眼。几千灾民的命，就该给你换他多看你一眼。你真让人恶心。拿下，连同翠儿一并交官。锅没毒，粮没少，老人孩子先排。损耗追回，政务封存。听说岭南来的那位沈姑娘苛待亲妹。姑娘，昨夜刚抓了沈唐英，今儿早就传成这样，显然是有人故意放的风。流言传得越急，越说明他们急了。舒儿，唐英再有错，也是你亲妹妹啊！如今涨了粮，就连侯府的人也不认了。当众拨50吨粮给唐英，也让旁人看看你这个姐姐的气度。50吨。春桃，把昨夜调来的账册抬出来。是。户部田庄税粮附册、京畿王府卒卒附册、侯府近10年田庄收成册都在这里。侯府余粮800丈，王府司库1600丈。沈唐英挨饿，不是因为京城无粮，你们舍不得动自己的粮，却想拿赈灾粮给他撑文面。有毒，岭南的粮有毒！按住他，搜身。封锅，换备用锅，验水。以岭州的留下等候查验，未岭的原地站好。沈姑娘，你不能拿灾民的命撒气啊！我从前在殿下身边伺候，就是因为得罪了才被发落。如今他长着粮，是有公报私仇啊！你本该在京兆府候审。药粉刚搜出，你却急着说他下毒，谁教你的说辞？这包药粉是今早从你藏身客栈搜出来的，药根本没进锅，是他自己吞下去装中毒。老实点！我们做局都快饿死了，你们还拿我们做？不是我。交京兆府严审。娘娘懿旨，奴才奉娘娘懿旨，不敢耽搁。京兆府还未审，你们倒来得快。你以为你赢了，原来你背后的人终于伸手了。粮没毒，锅已换，水已验，老人孩子先来。宫里的人出手了，也好，躲在暗处，总比不上自己伸手好查。宫里的人伸了手，下一步会伸到哪里？挡箭、堵门、防火、封道，你早就准备好了。从青罗被宫中太监带走那一刻起，京兆府未审，宫里便急着带走。明日宫宴，宗亲百官都会在场，他们不会允许，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这哪是宫宴，这是关门放洪水啊！洪水！山洪来前，最怕等。偏殿困陛下，东偏门断外援，内库与粮成道，方便栽赃。这些车明日以赈粮入宫，宫宴分赏宗亲的名义进宫。明面放粮，底下藏盾板沙袋，入宫先占御道口和东偏门。我该做什么？你带粮棚里手脚利落的妇人随车入宫，名义是分州备膳，实则带这些。若有人放火，先灭火。是，你带人手盯死这2处顶门、分流、堵口，像堵洪水一样。水不能硬拦，人也一样，先分流，再堵口，堵过真洪水，也不怕这场假人祸。3更前，所有车重新封布，外头人按粮车记账，不许漏破绽。春桃，清点随车入宫的人，只带信得过的。罗老汉，检查封门木与尸绳。宫宴里最危险是父皇身边，所以你必须在殿内。你呢？我在粮车和偏门之间，那里也危险。荒谷开第一条水渠时也危险，水要来，人就得站在渠口。好，你守渠口，我守殿前。
谁也别让这场洪水冲过去。明日宫宴，粮车入宫。朕从前错信谗言，今消解赈灾有功，复东宫储君之位。太子千岁，太子千岁！陛下病重，册立诏书有假，拿下逆党消决于审视。放肆！您老了，大梁不能交给一个在岭南种了3年地的废物。堵虹口！胡满，别留空！别硬顶，分开他们，堵口不堵人。岭南人不会宫斗，但会堵洪水。今日这场洪，堵的就是你。拿玉玺，私册立诏。你们早就知道。朕给了你一次收手的机会。经济大云奉密旨护驾。若不是你，殿下身边的位置不该是我的。你也配碰我家姑娘？殿下，我只是爱慕你，我不想看她害你啊！压下去。父皇饶命！儿臣是被母妃逼的，儿臣不敢啊！废物！你这个废物！拿下！宫变败在朝堂，也败在一群会堵洪水的人手里。偷的是朕粮，他割开官粮袋，伪造粮引，在凉棚滋事，险些引发踩踏流民的惨案。他也是被逼的，王府不给他体面，你拉他一把又如何？一句话，你同萧诀说一句，唐音就能活。唐音是你亲妹妹，你不能看她被毁。你们永远都要我一句话，一句话让我忍，一句话让我救。被他害过的人，谁来救？按律办。你，沈侯。沈唐因所涉盗占粮伪粮引，扰乱赈灾，若牵连宫中乱党，并入宫变案同审，这不是家事，任何人求情，按干预司法论处。灾民饿死也是糊涂能抵的。走。当年那场婚事太仓促。你随我入岭南，受了流放之苦。那时我给不了你应有礼数，3书6礼，明媒正娶。我会亲自向父皇请旨，我要给你一场真正的体面。我等着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须轮回路走？姑娘，这才像样。咱们荒谷的人也能站到这宫门里看喜事了。我能重拾你的微笑，你是前世心跳。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。娘娘，带在路上吃吧。大娘，您留着给孩子补身子。若栽子娘娘，明天还给我们送粮吗？我还教你们开渠育秧存粮，自己种自己活。对，来年派机灵的小伙子去岭南，我老罗教你们挖渠。
真舍得。没什么舍不得，我的活路从来不在宫墙里，而在能让人活下去的土地上。那我们回家。前方是岭南，那里有我们亲手修过的水渠。我终于不用再做谁的棋子，谁的姐姐，谁的牺牲品。我是沈月珠，我种粮，也种自己的命。生生世世剪不断，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比我们离开时又热闹了些。是他们自己撑起来的。大人，这是今年冬天早稻诗歌的第1束，对比往年多收了2成呢。记得把最好的谷粒留作种子，别都吃光了呀。罗爷爷早就教过我们啦，吃光种粮，明年就要抱着空碗哭了。哼，算这小子没白听我老头子的话。这是今年的收成，一笔一笔都记着呢。会见账了？原先哪会有？是春桃姑娘留下的人教了咱2个月，如今谁家收多少，留多少种，都写得明白。写错了，我还是要骂的。能自己排队，自己登记，自己守粮，这才是真正活下来的样子。南粮仓的地基已经起了，那就从这里开始，先建仓，再教人守仓，让更多地方学会怎么活。这一次，不只让岭南活，还要让更多地方学会怎么活。水不是老实东西，你糊弄他1寸，他将来掏你1丈。粮仓不能只建高，还要防潮、防火、防虫，更要防人心。姑娘，防潮防火我们懂，可这防人心怎么防？3道策：入仓、出仓、巡仓。3策对不上，仓门不开。这先属粮力巡仓，百姓让百姓也握一把锁，会不会乱了祖宗定下的规矩？规矩是为守粮，不是为方便人偷粮。粮不是官府一个人的粮，偷粮的人要过的不只是官府的门，还有百姓的眼。那我们也能看账？每月初1，公役所张榜。修渠也是这个理，不是自己的事儿，没人上心。京城16人，岭南38人，江北逃荒孩子，孩子也收，只要肯学，就给饭吃，给地方住。若都收下，粮号着实不见，处处都要粮啊。粮放仓里只能防1时饥，人学会种粮才能防1世饥。能学的都要学一门活命本事，不只学种地，也要学认字。看不懂账册，将来还会被骗。再设农学棚，由沈月书主理，我向父皇补奏。你又替我把话说完了，怕你嗓子疼。慢些，两脚别偏，偏1寸整座仓都歪。存的不只是粮，是人心，是后路，是不再跪求活命的底气。姑娘，眼睛都熬红了，明日再看吧。这笔不对，哪笔？第一批精稻种300种，入库296，第2批200种，却多出4种，一批少，一批又多。有人在动分批，有人偷，不像偷，像试探。你也发现了，木牌是真的，印也是真的，可箱底被换过。老手，撬开换底再封。谁敢动南粮仓的粮种？不是冲几袋粮，是冲南粮仓来的。第一批粮种刚到，就有人动手。京城那边的人未必只在京城，广南转运司沿途驿站、码头脚夫，哪一处都能伸手。若粮种真被调了，明日试种会不会出问题？会。坏种不出苗，杂种第2年就乱。若再借机说南粮仓无能，百姓刚兴起来的心就散了。真毒！偷粮顶多恶一时，坏不急着查人生查种，明日一早开小田，所有入库粮种分批试种，插牌留记，10日见分晓。老汉我亲自盯。再封仓，今晚起粮种仓3班轮守，任何人不得让他进出。
不要只调护卫，让百姓也轮手。我明白了。动的不是仗，是百姓刚长出来的信。是，我这就去叫人排轮手名单，把明日试种名册送去小田。我这就去看仓，再叫管灌水的人来。刚回岭南，就有人送礼，理不清，怕吗？怕他们不来。那就让他们自己把戏唱完。示众一开，谁动手手脚10日内回漏。真有人敢换2种，这不是要断咱们的后路吗？今日示众不是为了吓你们，是要让所有人亲眼看见每一粒种子从哪里来，能不能活。不是为了吓你们，你们也要学会看。谁领哪袋，哪个田块，哪个人撒，都记清楚。田会替他说真话。杨小菊，我也能看种子破案，种子比人老实，人会装，种子不会。跟着，别惊动。他们以为坏的只是一袋种，不是1年的粮，1村人的心，更是南粮仓刚立起的。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已经发现了。接下来，他们若还想动手，就只能动更大的。引蛇出洞，蛇不出洞怎么捉？不是等官府，而是等田说话。说他们要动更大的，会动哪里？粮道、水路、码头、粮种、仓储、账册，任何一处断了，南粮仓都只是空壳，不是一座仓，是整条命脉。他们最怕的是百姓不再求他们。跟踪那人的探子回来了，那人往西码头去，进了广南转运司后巷。探子只记下接应脚夫和车号。那是不是管粮船、水路、码头调度的衙门？是。果然不只是京城，那就从账开始动。明日起查广南转运司3年粮运旧账，先查船号，再查脚夫封箱、沿途驿站。我以南巡督粮之名调转运司所有旧档。那他们想藏也藏不住了。查账想挖取，就从哪处往上抛。既然手伸进了水里，就别怪我们把整条河翻出来。南粮仓要建，粮道也要清。既然有人把手伸进水里，就别怪他们把整条河翻出来。